为什么在相亲市场上那么多人吐槽女人呢？你看看周边30多岁大龄女青年有多少的？那体制内啊，一抓一大把。你要问他们的择偶要求啊，那都吓死人了。上来就要找优秀的男人，还要有眼缘。你问他什么是优秀的男人？有全款车房，有100万存款，要高薪高学历。除此之外，你还要情商高，会哄人，会洗衣服，会做饭。见面之前呀，就得先要面试你。房子是婚前买的，是全款的还是分期啊？全款这房产证上能不能给我加名啊？分期的你得算在剩余的资金，咱能不能养家糊口啊？不能，哎，那还谈什么呀？有个女孩子啊，这半年前来找对象，32岁，体制公务员，我就给她介绍个30岁地方银行工作的，月薪在7、8千左右，我觉得是蛮匹配啊。她一听啊，嫌人南方工作不好，不体面，也不当官，给她介绍开公司的，收入高的，哎呀，嫌人家长得丑不 man。你问他具体的择偶要求，要找年收入50万以上的，开着 BBA 住大平层的未婚帅哥男，我就得主打个高质量男性。哎呀，我一听你这是大白天做梦的是不害臊啊，我找不到，哎，我服务不了。最后呢，是有一个3甲医院上班的小伙子，人看上他了，比他还小1岁，医学硕士，想认识他一下。当时呢，这个男上也确实是喜欢他，当然呢，人家也是有所图的，图女孩子是本地人，父母是体制单位的，他呢就有点拿架啊。觉得男方家是外地的，父母还都是农村的，那不太愿意啊。后来呢，可能也是觉得啊，这周边的没有人更合适了，就表示愿意跟这个男方认识看看。人这男士对这女孩子挺积极啊，这天天聊天啊，不定时的就得是投喂啊溜圈儿。这追了1个多月的时候啊，他表白被拒，女方呢说自己慢热啊，需要培养一下感情，觉得太快了。于是呀，这男方啊就加大力度，各种的嘘寒问暖。3个月的时候啊，信息倍儿足啊，去表白。人姑娘呢先是表扬了一下男士啊，说你对我确实很好。我呢也很感动，但这3个月的时间，我觉得还是太快了，了解的不够啊。而且这女人得矜持一点，那不能答应的太快，不然这男人都不会被珍惜的。再接触一段时间看看吧。我当时在这个时候的时候，这男方跟我说过，我劝他换一个人啊，及时止损。男士那是真的不甘心啊，那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。其实你这个时候及时止损，那就对了。这女人呢，若有意啊，她1个月左右是足够了，3个月她是最长的。如果对你无意，你越往后追她，就越对你没意思的。上个月底啊，男士又去表白了，整整追了整整半年了。女方呢又是一副似答应又非答应的态度，觉得半年就在一起啊，还是有点快，还是要再了解了解。而且啊，自己多少还有点矜持，希望男方能够理解。男士听完呀，不干了。你说你矜持1个月我理解，3个月我也忍了啊，这都半年了，你要是还矜持，那就是不喜欢。姑娘这一听呢，心里急了，害怕呀，哎呀，这要是跑了怎么办？说自己肯定也是喜欢呀，要是不喜欢，你怎么可能会跟你联系这么久啊？男士不听啊，说咱俩之间啊，那就先别联系了。后面呢，我又给他介绍一个98年税务局的姑娘，这2个人啊认识了不到1个周啊，就确认关系了。所以啊，你们那些所谓说是哎我追了半年都追不到的，原因在哪？自己品啊。上个周啊，这2个人约着出去玩了。哎呀，那拍的旅游照片啊，让这姑娘给看见了，老后悔了，跟我一通唠呀，后悔啊，说想要再重新认识一下，他再也不矜持了。你想想现在这种情况，人男方能愿意吗？直接给他拉黑了，你早干什么去了？哎呀，这种女人，你真的你不敢介绍对象也罢，你注定是要单身的。但凡能剩下的啊，都是些自我认知不清楚的。女性择偶的年龄红利期本来就短，22到28岁，在你25岁之前啊，你还是能够吃到年龄的红利的。你挑咱能理解，毕竟你是有资本在的。这过了25岁以后啊，整个年龄的红利期啊，你都是在流失。去年相亲市场上都是97、98年的，今年00后一大堆，你卷都卷不过人家的。30岁一过，你还在拿着25岁的标准去找男朋友，你多半是找不到的。大量的女性啊，她是为了嫁得更好啊，则不顾一切的涌入那相亲市场上。就算我成了相亲钉子户，我也一定要坚持到底，不论概率有多低，沉没成本有多高啊，都死活要孜孜不倦地跟住下去，导致自己的年龄越来越大，择偶范围会是越来越窄，最后嫁不出去啊。婚恋市场上啊，男人条件好的，但凡择偶要求啊，他不高不奇葩的，很快就脱单了，都轮不到你去挑的。条件不好的人多半心里也有自知之明，我穷我丑我吃土，要么搞钱要么直接躺平啊，反正怎么都能生活，又饿不死，自给自足嘛。相亲择偶定位真的很重要，你在什么阶层能匹配什么样的对象很重要，不清楚的你就找我。择偶定位你都不知道，你连筛选都不会，你更别说啊，你去要追求别人了。宝儿，散会吧。相亲圈里有句话，我觉得说的很形象，而且也很讽刺人啊，叫见过蓝天的雄鹰，怎么会爱上没有翅膀的草鸡？你搁大城市待过，你就看不上那农村的小破屋啊。大城市里坐着方便尿马桶，农村里你那蹲着那叫茅坑，心理落差那么大吗？这叫从俭入奢易，从奢入俭难。
有一姑娘给我打电话啊，咨询我，哎呀，她又纳了闷了，为什么相亲180号了，就是找不着对象？她问我是不是她择偶要求很高啊？我一听完，好家伙，真的迪拜王子估计你都得瞧不上。这姑娘很漂亮啊，身高在170左右，身材很好，自己开了个培训班，哎呀，是学音乐的，从大学开始啊就没缺过男朋友。这有的男朋友呢给她买包啊，有的给买化妆品啊，有的管吃管住管旅游啊。最后啊谈了一位大了10多岁啊很有钱的男朋友，过了一段高于其能力地位的生活，两人一度谈到了结婚的家。当然时间不长啊，这位很有钱的男朋友承诺给她婚前买套别墅，再给她100万的彩礼，她很是激动啊，哎呦，觉得自己的人生终于到达了一个巅峰啊，找到了一个好的归宿。谁知道两人就谈了有不到2个月啊，这位名都不全的男友提出了分手，理由是家里不接受他的工作。他就很无奈很伤心啊，觉得房也没了啊，100万礼金也没有了。你要知道，这有些人经历过高山明月，他是看不起那小桥流水的，被迫年龄大了，马上30了，那开始被家里人安排相亲啊，见了不下是几十位啊，没有一个合适的，那一个个理由都可以出书了呀，哎呀妈，都赶上我想出那个相亲那些事儿了。有的呢长得是跟李逵一样5大3粗，一点都不阳光，有的个子太矮，生个孩子他都得操心孩子基因不好，有的呢对他太抠啊，吃个饭都得点个盒饭的，有的不是自己条件差的，就是那爹妈穷的，难得自己喜欢啊那么1、2个，哎呀，不是嫌他年龄大，就是觉得他性格高傲不主动，反正啊这一年相的是没有一个合适的呀。我问他你到底想找什么样的啊？他说要对他好的，条件好的。我问他什么才算是条件好的？他说起码是有车有房没有贷款，存款得有个7、8位数吧。哎呀，我一听啊，姐们儿，现在多少人拿着几千块钱的工资，怎么可能会存下那么多钱啊？他说我前任多么的有钱呀，哎呀还要给我买房啊，彩礼要给我定了100万了，我要这种条件的。听得我啊反问这个姑娘，那最后为什么人家没娶你呢？他就有些结巴，哎呀这个，那他是爱我的，只是家里不同意。听完姐妹儿，真的你这个自我安慰自我洗脑哈，也不是这么个事儿啊。他说我怎么自我安慰了，他就是爱我的呀，不然怎么愿意出那么多的彩礼，我们还一起去看房子嘞。大家来听听啊，这就是为什么海王就那么招女人喜欢啊，因为会画饼啊。我是真无奈啊，姐们儿，你是一点都看不清楚问题的本质在哪里。有钱人谈恋爱往往先看重的是他们的短期特质，比如说年轻貌美一推倒，对吧？可这个特质呢，多数人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以指数级的速度消失的。也就是说呢，有人找你谈恋爱，刚开始可能会喜欢你的肉体，在一起之后他会喜欢你的性格，之后呢他会喜欢你的才华，再之后会喜欢你的灵魂。如果你只能提供肉体上的满足的话，那只能是短则关系，结婚娶不娶你那是要看长期特质的，一定是要看你的性格、人品、修养以及能力，还有你的家庭背景等等，因为那是一辈子的事儿。也就是说呀，倘若你依然没有具备那些让他可以长择你的特质，你依然找不到的。这就是大龄剩男剩女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原因。你眼里的择偶要求啊，是远高于实际你的特质的。那呀，眼里就光剩野屎了。这姑娘听完呢，起初表示不服啊，最后也被我说的是服服帖帖的。我倒不是看不起她，而是见识层面的东西啊，总不能我跟你说公司人事管理的培养方式，你回答我3姑6婆谁家生孩子，这真的是有点沟通不来啊。尤其是奉劝那些曾经谈过很多优秀男人的姑娘哈，和谈过那些漂亮优秀女人的男人，把过去都放一放吧啊，看看自己现在还能不能配得上。你到底是见过蓝天的雄鹰呢，还是扑棱蛾子的家雀，对吧？人总是要有点自知之明，大白天总做梦，那不干活吗？真的，我现在脑子嗡嗡的啊，我就很搞不明白啊，那些说被男人追到手越快越不容易被珍惜的女孩子们，我是连带吃自己的王八刺猬啊，一起佩服你，佩服的五体投地。有一个姑娘找我做情感咨询啊，96年普通本科在私企做文员，2月份相亲认识了一位男士啊，93年的硕士，做管理，有车有房，年收入几十个，不低吧？两人刚见面呀，男士对她很是喜欢，这姑娘呢也挺满意，于是呀，这个男士就开始追求这个女孩子，请她吃饭，陪她逛街，送礼物，车接车送，随叫随到。1个月之后呢，男士就发信息表白啊，说自己喜欢她，希望两人能在一起。谁知人家姑娘说呀，哎呀，太快了啊，再处一处。好，没关系，那咱就继续努力嘛。男士啊又追了1个月，昨晚呀开着车拿着鲜花呢，信心满满的去表白了，希望这个姑娘能做他女朋友，会好好爱她照顾她。结果被这姑娘呢是当场拒绝啊，我们认识才2个月呀，起码得追半年吧。男士就问她呀，你喜不喜欢我？姑娘说呀，感觉还行。接着男士就说呀，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追你，你愿不愿意跟我在一起？
好，姑娘一听啊，你看你这态度啊，连追我都没有耐心，怎么可能会对我好？好了，人男士呢，二话不说呀，把花就给扔地上，关上车门，开车就走了，给这姑娘给气得够呛呀，给我打电话吐槽说呀，这才2个月呀就确认关系了，那不就是骗我的渣男吗？我一听啊，那你到底是喜不喜欢人家？他说喜欢，这是他遇到条件最好的一位了，但是他觉得呀，这个女人太好追了，男人啊就会不珍惜。有句话说的叫做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。哎呀，听得我是无语又无奈啊。我发现有些女孩子，你真的是在异想天开呀。当你把男追当做自己最大的筹码，你的价值定位啊就已经出了很大的问题。你男追他还去不停的追你，珍惜你，那是因为他别无选择。但凡他优秀一点，选择面更广，你那么难追，他干嘛还要去追你呢？人家早就去追别人了吧。你不断的给追求者制造困难，只会愚蠢的过滤走那些优秀的男人，到最后只剩那些追求短则关系的渣男以及选择面不宽的男人。那时候你又开始抱怨，哎呀，怎么追你的都是些条件差的呀？你要分清楚啊，男人珍惜你不是因为你难追，而是你独特的吸引力与他沉淀的情感有不可替代性，他才会珍惜你啊。高端的猎人往往都是以猎物的身份出现，那些真正优秀自信的女生啊，要么很好追，要么根本就追不到。面对喜欢的男人，他们往往都会主动出击，主动去撩打。他们很自信啊，自己有足够的魅力让对方来珍惜，也有足够的自信承受对方的不珍惜。好不好追只决定了一开始交往的关系。如果一个女生有自己的特长和独特的吸引力，那无论她好不好追，男人都会珍惜的。而一个女人呢，如果缺乏了这方面的硬实力，即便她一开始通过不好追这种方法获得了超越自身的吸引力，那这种吸引力也会在正式交往之后开始迅速减退，蜕变为平凡人。所以啊，奉劝那些哎呀整天听毒鸡汤的姑娘们，多听听我讲的大白话，喜欢就主动一点，被动到最后都成了斗战胜佛了，是剩下的剩。